这是我们的伟大制造第2期，今天来到一家包的工厂，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包的一个制作工艺流程。看一下这个是反行，一般都是由这个反行生产的。首先我们就是要取纸格，样板出来以后，这个2个层在这个样板了这个取纸格，花样纸格，这是我们花样纸格，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这个纸格取下来，再开料再去做成袋子。这就是我们现在里面生产的这2款真皮袋的大货料，大货的真皮。头真皮都是大货料回来以后，我们就是现在配这些五件这为我们5件配件回来齐以后，现在就开料我们就在这边车缝，这边所有的就是做成板，做成的样板，做成样板给你们去签完以后 OK 了以后再我们做大货。画图是我们是电脑画的这就是画图的。这个师傅这边画图，这就是一个袋子，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面了。对，各种零件的形状。分解出来一批。对，这它就是全部分解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开料了，就是开这个，就是这2个师傅做的。这个就根据这个画的图，然后来做成这个纸的这样的这个。做成包包。哦，先做成纸的，原来是打板嘛。这个是图纸，然后它需要先用这个纸把它剪成这个形儿。这是布料。这是布料。这边是皮啊。这是皮。这是皮。这皮的。这个是不同。这个不是，这应该是 PU 吧？PU 对 PU。这个是太空棉，这个我还是了解一点的。牛皮纸这个还是。现在 PU 分什么等级啊？厚度，它按厚度来算的。对，还从0.6到1.2的厚度，每个厚度的价钱不一样。其他的动物皮会用羊皮这些。羊皮，然后羊皮用的多。羊皮用的最多就是羊皮跟牛皮这2种皮。就是这些皮它们真实性有多高？就是外面整个大众市场，比如说在批发市场，整天吆喝说牛皮到底有多少？怎么说呢？牛皮分很多种，分头层皮跟那个。头层跟2层，3层没有了3层就是反皮的，用那个碎皮料，也是皮，然后去压制，对，它会粉碎以后再去压出这个纹路来。有些的材料是真皮，这个废料来的就是说它的价钱价值就没那么高了。还有现在一些平台就是卖一些特别假的。他们所说的是这头层皮或者2层皮，其实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假皮来的。就假的还是蛮多的。对，假货还是蛮多的。也不说是假货，而且是说那个皮料没那么好皮质很好，他把那个真皮要么把它剥1、2、3这个剥成一层的，再去贴这个皮子上面，这样去做的。你们工厂方现在你们做这个行业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委屈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委屈？行业里面委屈是很多了。你像现在我们的接单价比如说还是5年前的价钱。5年前的价但是它外部因素特别多一个环保要求查得比较严，把所有的原材料价钱都抬上来了。对。还有一个外面的贸易战把关税一加，我们现在包的也是属于关税类一整。对，你这个。对，所以说把我们利润都压得非常薄了，做的很吃力，也跟人的工资涨了，房租跟每年都要涨，房租每年都要涨布料的每年都要涨，单价5年前的5年前的单价了，每次都是年都是这样子，做的很。5年前的单价一般牛，你看这个一边牛的一边，这是它的前脚这是前脚，这是后脚这是每个部位的皮质还不一样。对，这个比较硬。这一块就是牛的懒位，是我们牛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纤维我们前面动这个位置纤维比较松，这块的话是比较松。最实际的位置大概这块牛背，这牛背，对，牛背到牛臀那个位置，
这是牛。这是脖子这块。对，脖子的话它的比较硬，脖子比较硬。对，中间这一块是最合适。就最好的就是背这一块。最好的。哦。哎，这我们都不懂了。像这一块就大概牛的腿的内侧，连着牛肚子这个位置。啊。因为这个位置像比较胖的人，比较胖和比较瘦，牛的味道不一样。比较胖，它就会比较松散，它的皮肤比较松散。松散就不好，它这个皮子是吧？对。松散有一些的话，它就会松掉。这一块我们就处理的，你摸这里和摸这里还不一样。哇，手感不一样。这整个牛皮的各个部位的这个，因为这块，那你这做包正巧做到这一块来了，那你就算他倒霉了。不是，你这皮肯定是你要做成包的。这个就看开六师傅怎么搭配。像我们最好的这一块，他们会开正面。哦，这样子。这些我们搭配像这里这样一个格子，或者是下幅，或者是你里面的一些内格、肩带，就看你师傅怎么搭配。真的吗？这蛇皮吗？对。这个不算最长的，还有更长的。哇，30米，5、6米。这个是估计3、4米，4米左右。这个是眼镜蛇吗？就眼镜蛇。真的是吧？这还有假？这是眼镜蛇。害怕。这蛇皮还要用熨头熨吗？对，要熨皮。乐器蛇那个是。对，这个主要是为了做乐器才有这个养殖业的。二胡要用蟒蛇嘛。这个是民族乐器手鼓。其实皮革呢就是属于顺带着嘛，有些乐器达不到标的要求的就拿来做革。小女孩应该不敢买蛇皮的包吧？哎呀，这是女孩子，挺多的。这就刚才给他拍的。这个有点真有手机壳。但是很流行啊，国外好多人做啊。他做一个多少钱卖一周？听说啊，几百块好像。这是鳄鱼吗？这张皮大概有多少钱？这张皮的话大概有多少钱？你看要多大的？比如这种几百块。几百？那不贵啊。这几百块钱？大几百，小几百？大几百。这一块多少钱？不到1000块钱，几百块钱。这个可能就贵一点，1000左右。哎，我印象中鳄鱼皮没这么便宜吧？鳄鱼皮。做成东西了就贵了。这得多少钱一个？这个是880。880，哇，贵。这个高级，你看。哇，鳄鱼哪敢想？要测评一下吗？这个太高级了。这是皮带。这是另外一种。这什么皮？树膏牛皮。哇，这个太厚了。这个你打开其实不是很硬的，挺软的。一般这种就是做包嘛哈。做包、做皮带、做肩带，什么都有。还有做那个本子。黄牛。厚皮。这种是原皮，就没经过那个下面没有削。这个削可以削2、3层。很帅的。这样的猫，老兵。这个做的很帅。没期待吧？都帅。用力拉，你看，我们可以用2个人拉这个来试一下。还是拉不到。拉不到。2个人拉不到。包这个包边只有侧面这一块儿，这个包有时候是2、3层啊、3、4层压在一起的嘛，压在一起这个边就需要把它做个油边处理。牛皮包一般不做，好多人要露出那个牛皮那个皮革嘛，显示它是牛皮嘛，你包了看不出来了。所以 PU 很多时候才会包。但牛皮也有包的，这个高档包它一般会喜欢包一些看起来更干净。这就是一个带子的出形嘛。这个字是压 logo 的。啊，这里面是颜色是啥？这个是碳金子，金箔。那正常的话，你看正常消费者如果买了这种包，很容易就碰花了，或者是一不小心磨到墙上去磨花了，这个他们肯定会认为是不好。这个其实不是不好，而是这个皮料的一个特性来的，表面上面的一个处理工艺没做到。就是说这种做这个是要成本很高吗？还是？这个做这种东西还要重新去处理的话，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非常高。对。你像刚才你给我那块皮料，其实就刮不花呀。
这个是不容易刮花，这个是已经经过处理了，经过处理了。这个手上面去刮刮的。但你刚才说的成本其实也不高啊。怎么说呢？它这个 PU 类说这个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对啊。但是你越真皮的话，这个真皮的话，就是每一尺上面还会加到2到3块钱了。这个包是已经完全做完了，一个双肩的，还是挺潮的一款包。我们现在要来工厂里面看一看它整个的流程。先从第一个环节开始看。人其實天生奔放貪玩，原沒有拘束，只有笑顏。悲觀我唔慣，追趕太陽似子彈。我想踩三輪車登陸月球賣牛腩飯。其實開心好簡單，最緊要好玩。这个背包现在在走流水线，走流水线就是现在做前带，然后这个是现在是包的前面，缝在衣服上还挺好。现在只需要把这个外带，然后缝在这块布片上。这一天能做多少个？2000个哦，对，一天要缝2000片，还是很高效的。对，几个人嘛，还不是一个人嘛？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是600个。600个啊，对，600个。一天缝600个。拉链围。这个拉链是金属的吧？对，金属。这个是人的。这个是金属的吧？也是镀牙的，镀银牙。它实际上里面是胶的啊，但这个好像金属拉链。对，这个看起来很像金属拉链，然后拉着这个触感也很像金属，但是里面是塑料的。对，镀牙。这个环节就是拉链缝在这块布上，这个环节流水线嘛，流水线就是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小的点，这样可以产生很高效的效果。拉链也完成了。一个人要做一种工序才能效率更高，然后一个人要做乱七八糟的，就效率没那么高了。尾部的这么一点点啊，对，哇，对，这一点点要单独做。像这里就是应该都是，对，这都做好了，应该有好几百条了吧。这个还没有包边，前后缝在一起，就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又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环节，这个做工的量就比较多了，扎一圈，但是这个师傅效率很高，前后2片，然后2个盖在一块儿，放一片，再放一片这个，然后再把包上面缝起来。这个有很多那种电脑包。里面就会夹一个什么海绵垫防震啊，这一块包底。拉链这里，感觉好繁琐呀。是，刚才不做了一点拉链吗？拉链是内部的。这里拉。吊牌、防腐剂都已经弄完了，这个是真的可以直接销售了啊。对，这就是自己家出货的这个形式。这一天能做多少个包？这一天整个车间的话，因为现在做的2款，整个车间里面做的话，一天做1400-1500个。对。因为比较复杂的，简单的话看你我们简单做的袋子，我们有一天可以做个3-5千个、5-6千个都可以。你们有没有想说自己去做一个自主品牌？现在怎么跟我做自己品牌的话，很难，这个漫长的过程，对，很漫长，这个过程是很漫长。但是你们工厂来做自主品牌应该最方便了，自己有板师，有材料加工。说我们前期把开发这一块简便，但是你再去推广方面，推广非常难，推广难。你要去开什么店啊？去推广去电商平台去搞这些，很费精力。去见效益的话，时间非常长。就是我们在我熟悉的行业，在我的朋友今年有去做推广的，现在今年是10个年头了，做推广。10年做自主品牌还没见到很多效益。天哪，那
怪不得那么多人不爱做。反正因为包类的自己品牌，国内的品牌非常之少。去年的品牌没去，还真是，就大家不认这国产品。Hello， 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可以。是不是这个厂里面的厂花？厂花是吧？应该差不多。差不多，厂花。哎呀，我们采访一下厂花，你这为什么这么早出来上班？不知道。不知道。嗯。你家哪的？云南的。云南。出来为了挣钱吗？挣钱，每个月能挣多少钱？我才刚刚来2个月。看看他的做工啊，有点歪啊，有点歪是吗？这里我看有点歪。自己一个人来这边工作吗？还是有亲人？有亲人带的啊。这么小时来工作，我当年也差不多10几岁。10几岁。对，我也10几岁出来工作的。现在想家吗？你刚出来？哎，不想。你在家里面是独生子女吗？有一个弟弟。有个弟弟。那边出来工作的多吗？多。都不太喜欢上学。不喜欢上学，还是说有家庭条件太困难？一般女。啊？为什么？你还这么封建？是这个环境啊，家庭教育还是什么？这事儿不应该。你现在有读过不知道几年级？初三毕业。那你学历比我高啊！我是初2，我是初2毕业。弟弟在上学是吧？就是家里面都要供弟弟上学，不让你上。说他们，我们帮你在视频里面说他们。不是，是自己不想上。自己不想上。那你为什么选择要上这个呢？应该有亲戚带的吧？有啊。对啊，他亲戚带就是找份工作嘛。爸妈都在这边。这个你爸妈也在这个厂里面是吗？啊。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一个月挣我知道我妈他们是3000。爸妈3000。我妈他们是包装的。你呢？你这计件是吧？啊。计件的话，一个月能拿到2000块钱吗？应该吧，应该还不知道。爸妈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花钱？100多，哎，这个我要说的啊，这个我这10年前那时候我工作，我爸妈也是给100块钱、150块钱，这不够花。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100块钱，跟你爸妈要，100块钱不够花吧？你看他不说话肯定是不够花。你想要多少钱？我这给你100够了，真懂事儿。你看那小女孩多懂事儿。赚钱不容易啊。过来了。我来找除悔覺好過莫大霧，立業興家終於走正路，榮華富貴靠刻苦耐勞，漸漸年事已高。窄窄的鸡，要死了，马上要炖到锅里面去了。那一只很自由的鸡，它就比城市里面那种鸡要有幸福感。什么鬼在说什么？一天能卖多少钱啊，大姐？不干了，没多少人出去有人买呀。那你这也能卖出去？卖出去，都冰箱里面卖出去，那不难哦。
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来感受一下整个包的制作流程，然后和一些环节，感觉比衣服要复杂，就它的各个环节会非常多，而且我们今天只是感受了一个包的一个种类，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皮的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工艺都不同，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一个了解一个感受，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再拍的稍微深入一些，具体的皮质啊怎么处理的，然后动物皮啊和这种人造皮啊这种纤维各种材质的特性，然后我们希望给大家展示一些完完整整的一个整个的产业的一个流程。当然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所以这些成本我们现在也没法去拍得太细啊。这一期呢包的伟大制造就先到这里，感谢，拜拜。